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22日星期二，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特鲁多少数派政府将至少执政3年。自由党和新民主党已经达成协议，新民主党将支持特鲁多的少数派政府，直到2025年。特鲁多周二表示，该协议是一项有信心和支持力的协议，将立即生效。该协议是哥伦比亚省新民主党2017年与该省绿党达成协议的翻版，通常涉及反对党同意在一段时间内支持政府的信任动议和预算或拨款的投票。在宣布该协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总理引用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全球和经济不稳定，以及去年9月联邦选举结果带来的推动力。自由党未能在选举中明显赢得多数席位，目前在下议院的338个席位中占159席，而新民主党拥有25名议员。特鲁多表示，该协议侧重于各方共同的议题，而不是不同的意见，包括牙科护理、医药保健、气候变化、住房和带薪病假方面的行动。他补充说，在自由党和新民主党不同的领域，例如为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而可能增加国防开支，这种情况将逐案处理。他说，新民主党没有否决权。保守党临时领袖 Candice Bergen 的政党正处于领导层竞选之中，他抨击了他所描述的幕后交易，这将让他不能获得在上次选举中争取的多数选票。贝尔根继续指责自由党实际上将权力交给了新民主党，他声称这将导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和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死亡。虽然他也谴责该协议给自由党带来了虚假的多数，但魁北克集团领导布兰切特表示，该协议不会改变他的政党在议会中的做法。布兰切特说，在总理公开宣布这笔交易之前，他周二早上与特鲁多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但特鲁多没有邀请他加入这一协议。然而，布兰切特确实提出了凶狠的一招，即如果自由党和新民主党的安排一贯违背魁北克人的利益，那么对魁北克独立的支持就会增加。由于该协议不是正式联盟，新民主党将能够继续作为具有独立身份的反对党运作。这笔交易还将为新民主党争取时间，为下一次选举募集更多的资金。东航坠机黑匣子在哪里？在一架中国航班撞上一个偏远的山坡，点燃了一场大火，并开始了密集的搜索工作之后，经过1天的搜索，机上的132人中没有发现任何人生还。救援人员告诉新华社，搜索行动周二继续在波音737-800的残骸附近进行。该残骸在周一下午从天而降时，在山腰上形成了一个大坑。据官方媒体报道，虽然在广西地区梧州市外的坠机现场附近发现了钱包、身份证和波音飞机碎片等物品，但在搜索的第1天没有发现幸存者的迹象。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从昆明飞往广州。据中国外交部称，该航班上有9名机组人员和123名乘客，其中没有1人是外国人。来自航班跟踪网站的数据和一段视频似乎是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表明这架飞机在坠毁前突然下坠。坠机原因仍然未知。搜索黑匣子可能很困难。据中国日报报道，600多名消防员和其他官员被派往坠机现场协助行动。第一批到达现场的人是当地居民，他们听到了一声巨响，看到了坠机点燃起的火焰，以及散落在山上的碎片。坠机事件发生时，飞机撞上了山上的一个缺口，那里没人居住。当地村民一直在通过摩托车将物资运送到现场，以帮助搜索人员。据新华社报道，搜索飞机保存其飞行数据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的黑匣子将具有挑战性，并将通过无人机和人工搜索。Airways 航空专家 Josh Bird 告诉今日美国，如果飞机俯冲，冲击力将是巨大的，并且无法保证飞机上的任何东西，也包括黑匣子，能幸存下来。
据中国日报报道，当地时间下午1点11分起飞，原定于下午3点05分抵达。但空中交通管制员在来自 Flightradar24.com 航班跟踪网站的数据显示，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在大约3万英尺的高度飞行，然后在下午2点20分左右突然下降。数据显示，这架飞机以速度每小时523英里的巡航高度行驶。飞机下降到7400英尺，然后短暂地恢复了大约1200英尺的高度，然后再次俯冲。飞机在开始俯冲96秒后停止传输数据，2点15分左右失去了对飞机的跟踪。在2019年，美国联邦航空局下令检查大量使用的 737NG， 已发现几架飞机有机翼裂缝以及机翼支架的裂缝。737NG 是波音下一代飞机的一个系列，其中包括737-800。这些飞机是737 MAX 的前身。737 MAX 在2018年和2019年发生致命事故后，在全球范围内停飞。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最近批准737 MAX 恢复飞行，等待对飞机进行改装，但737 MAX 已经3年没有在中国飞行了。据波音公司称，第一架737-800于1998年4月交付，此后交付了5100多架。坠毁的飞机在2015年6月交付给该航空公司后，已经飞行了6年多。中国交通部表示，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109架波音737-800飞机，包括机组将全面停飞。该航空公司总部位于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波音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它准备协助调查坠机事件。该调查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领导。你还能买得起房子吗？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 的一项新调查发现，哥伦比亚省居民在拥有住房方面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在 BC 省，2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很可能在未来2年内购买房屋。然而，22% 的抵押贷款持有人没有考虑，如果利率继续上升，他们还能负担得起吗？30% 的人表示，由于价格上涨，他们需要与父母同住得更久，以便攒够首付。在加拿大房价最高的 BC 省中，53% 的受访者担心通货膨胀会对他们购买房屋的能力产生影响。57% 的受访者担心这将影响他们拥有住房所需支付房屋成本的能力。该研究还发现，BC 省的平均购房预算增加了75000多加元，从2021年的614805加元增加到2022年的692741加元。尽管如此， RBC 民意调查发现，人们的购房态度开始转向后疫情时代，购买意向重回到2020年1月的水平。3%的受访者59%表示，选址比购买更大的房屋更重要。在那些表示房价影响了他们人生中重大决定的人中，近一半47%的人表示，随着房价上涨，购买房屋或储蓄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压力。调查发现，40%的受访者感到财务不堪重负，而42%的受访者担心他们的财务状况可能会在明年恶化。21% 的人表示，由于大流行，他们正在为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持。虽然购房者无法控制市场因素，但花时间制定计划并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可以帮助自己更好地管理购房进程。数字美元让银行业武器化。自美联储成立以来，最大的金融变革即将到来。建立政府支持的加密货币是对商业自由的威胁，将使华盛顿有能力将银行业武器化，以对抗政治意义，甚至阻止美国人完全获得自己的资金。美元的数字版本已经酝酿了1年多。本月早些时候，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既限制了现有的加密货币，又为联邦数字货币奠定了基础。加密法规一直是国会山民主党人和联邦官僚和监管机构最喜欢的话题。拜登提出了许多借口，包括洗钱的风险和开发加密货币所需的碳排放，
以证明打击这些货币是合理的。但该声明的推动者是即将到来的数字美元的监管基础。美国将成为继中国之后第二个推动这一举措的大国。在中国，创造数字货币作为其社会信用体系一部分的努力是可能很快到来的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物货币可能会完全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美联储控制的数字货币。手机和可扫描代码的无处不在，将使数字货币在某种形式的区块链下的集成相对容易实现。这种银行业的软性国有化将使美国处于一个未知的新领域。几乎每一笔交易，从政治捐款到购买像一包口香糖一样微不足道的交易，都会被政府看到并受到审查。政府法规可以阻止或跟踪某些交易，而无需审讯或公共求助。更糟糕的是，如果你被联邦官员而不是法官列入名单，你获得银行和信用卡的机会可能会在没有逮捕令或审判的情况下被关闭。与此同时，集中式数字货币将允许美联储通过点击一个按钮创造数万亿美元，导致通货膨胀进一步失控。这种伪印刷品中的大部分对华盛顿来说将是一个重大的福音。联邦政府可以立即分配社会支出，现有的官僚机构可以相对迅速地扩大政府的救济金。这种严厉的手段将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参照先例，因为它们行之有效。而相互关联的政府加密货币的建立，使每笔交易都可追溯和可惩罚，只会使暴政措施更容易实施。拜登政府只剩下不到3年的时间，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实施一个世纪以来最强大的中央银行业务。就目前而言，这些变化似乎并不具有威胁性。但是，在企业接受的情况下，实施政府对个人银行业务的这种广泛权利，将被即将到来的共和党或民主党总统以牺牲民众的代价用来支持政治家们自己的事业。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